我叫苏，我是成都人，我是2004年底来的法国。我以前在国内本科学的是经济，后来我来法国以后，就读到了一个觉得自己更喜欢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然后读完了硕士、博士，然后我现在在一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做人口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项目。好了，走，走，哟，过去。大学时候我比较热衷于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这个课题。为什么中国变成现在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涉及到这个民主的问题。就特别想弄清楚到底什么叫中国特色这4个字，什么又是西方的民主，然后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就说我应该亲自来看看，所以就选了欧洲。但是来法国是机缘巧合，就是我有姨妈在这儿。今年这个项目呢，就是做的是有关在法国的中国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一个调查。也是因为我们那个研究院刚好有这个项目，然后也就是他们想到我也很感兴趣，再加上能够研究中国人的就是男同女同，因为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很少有资源能来研究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从事的这个工作其实是我很喜欢的工作，它属于我的社会追求的那一面。我觉得人应该有信念。就虽然我可能哲学上我是比较尼采那种相对主义，那个青春期时代已经奠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相信一个东西它能救赎我们，我不相信有救赎，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信一个宗教，因为我曾经花过很多时间去探索过这个事儿，可能我更多是中国的那种就是天地和个人他们可以相融相生，这种就是存在本身也不一定要有意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底色吧。这是我朋友出的。社会方面的研究或这种兴趣是一个信念，我觉得既然活在人世间，然后我们应该有一个道德的判断和信念，但这个道德和判断信念不应该是盲从。人类可以通过探索自己，明白自己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之类的，能够让我们更加从容的在这个宇宙间生活。所以你就自然会反对这种等级的不平等，性别的不平等，就是所有不平等的结构它都是相连的，它是一个系统，就是多头怪兽。你打一个你是杀不死他的，整个的观察他的压迫的结构，这样人才能够明白，就是你死也死得清醒一点，你活也活得清醒一点，你明白自己是在宇宙的位置是什么。然后这个信念呢是高于规律，它不是科学，信念是一种，比如说我相信爱情这种信念，这是属于一种信念。我相信努力的话，或许我们的世界能够更平等，而这个平等呢是基于让每个人都觉得更加幸福和从容，所以这个是我的社会信念的部分。那么所以我的工作能带给我的是这个。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有这个觉悟，就是说你应该做一个铺路石，而且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它的局限，你在读再多的书，走再多的路，我们依然是我们这双眼睛在看。正是因为我们有局限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其他人，或者是而不是就自我中心主义按照自己的转，或者自己觉得这个就是真理。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有什么真理，但是有科学规律，我是去观察这个规律，然后看怎么能够更加好的就理解这个机制吧。然后这个不是，这个是有一个朋友，这个是狗的尿，这是狗地上的尿，
就是你知道那个狗撒尿，然后它是不是在照片上打出来，然后再画一下。然后你看我这框做的不好，我这技术有待，这框都是我自己做的，就是相框或者这里边的白的这个框边框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挺喜欢这张，我觉得这盒上很不错。然后一些研究工作，我也希望能够反馈到就是我的研究人群里，因为作为数据的时候，他们是我的研究对象。但是作为人而言，我跟他们不是只是一个研究对象的而言，而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有血有肉的关系。很多时候有人，特别我觉得读过书的人，他比较容易犯自以为是的，觉得他自己是这个知识的传播者啊，思想的传播者。然后我很讨厌这种姿态。科学是有讲条件的，你不能就是说代替个人的体验和领悟，你不能去取代他们的体验社会的方式，你不能去教他们说这个东西应该是甜的，那个东西应该是咸的。你可以跟他说，你如果每天不洗手，你这个得病的几率会增高。OK， 这是一个科学观察。人有权选择不洗手。比较好，我觉得这样就大家讨论是吧？你就当翻译喽。那么作为公共权而言，大家都不洗手，那个细菌就会到处传播。所以有公共权利，它会强迫你或者提倡你，给你来洗一下脑，就是说洗手才是正确的，不洗手的话，大家都应该歧视那个不洗手的人。但是这个是一个集体生活的需要，就是说本身这个事情是没有对错的，而是它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去那个。我不是在反对集体生活，这是必要的。但是你要知道，人有选择的权利，就是他们可以有自己解释这个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我无法成为别人的表率，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案例。我想要的是跟别人交流，我想知道人家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体验方式什么样的。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因为搞了这个就比人家的那种体验方式更有价值。但是如果有人来问我，好，巴黎的男同学女同学怎么样了，我会跟他说，好吧，在这种条件下，我可以跟你说说，你这种你不是孤立，你不用这个忧心，我更多可能是这样了。Est-ce qu'il y a quelqu'un dans la salle voudrait faire quelques commentaires sur le film? Oui. Moi, je voudrais poser une question. Il date exactement de quand ce film? Il a été réalisé quand? Ce film a été réalisé c'est récent, je pense que. Je crois que c'est vers 2010. Même après 2010. Après 2010. On parle de 13年13 merci 2013。刚才问电影是几年拍的，好像是2013年。2013年。Donc maintenant on peut commencer la discussion entre Wang Su et Na Ying。然后就是那英，他主要跟他讨论，或许就会讨论2010年以后的这个女童的运动和女权主义的运动。在这之前呢，我会先就是从90年代就总结一些电影里边的东西，然后从90年代介绍到2010年，这样大家有个数。所以在电影里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就是有很多一些90年代就在那个中国同性恋的一些就是生存的环境之类的，我们都已经看见。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看见就是在流氓罪，当时在1997年的时候，在97年之前还存在这个流氓罪。只能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多面体吧，但是还是有个主心骨的。主心骨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哲学，最后这个主心骨是一个我希望人生能达到的一种，按中国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境界，怎么从容的生和死。第一有底气，第二是从容，这是我的一个课题。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穿越了不少事儿，就是事件和风雨的，可能比起那些一下子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这些，我可能没有经历这些苦难。我觉得每个人的苦难点不一样啊，并不是说你生活优渥你就没有其他的痛苦，就是每个人点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现在30多岁，我应该算前半生的话，我应该探索了不少是怎么从容的生。虽然我现在自己还是很多没有些点我没有办法从容，但是至少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是在哪个宇宙的哪个位置，社会的哪个位置，为什么我是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为什么人们是这样看我，是这样看人，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了。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能让我从容的跟社会打交道，人打交道，在自然里生存。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下面的课题就是怎么从容的死，但是生死其实是相连的，你就没有生就没有死，所以从别人的死能看到自己怎么生。然后我现在
需要看到自己的死，对吧？第二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信仰的一面，然后第三面就是生活的一面了。觉得人应该就是说头在天上，但是脚在地下。因为我从小跟我母亲跟我妈妈就旅游了很多，看到了社会众生相。89年的时候我是7岁，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当时那个气氛人心惶惶，所以我知道这个社会是多么残酷，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够生在就是这种衣食无忧的家庭。平常工作早上可能9点到下午4、5点，然后现在因为我是做田野，所以我很多时候可以在外面，比如说可能找人访谈，可能做问卷之类的，我不一定在办公室里。课余吗？首先花了很多时间在跟朋友们一块儿和认识新的人上。因为我去过法国挺多地方，但是我觉得巴黎这个感觉确实不一样，就是那种多元，它的生活有2面，就是白天和晚上。白天是学习打工，因为我打了很多年的工。可能最多的时候我就看了3家的孩子还去做翻译，然后还上学，然后同时因为我怕找不着工作，然后我还去读了一个 M1 的金融，在读博期间，可能晚上就是跟朋友出去。哦，对，还有翻译是我的副业，就属于兴趣爱好，把法国的好的人文学科的东西翻到中国去。就是一个塞赖丁，是一个阿拉伯的，被誉为民族英雄吧，因为统一了阿拉伯。就是那个第2次十字军东征和第3次十字军东征这时候的事情，就是12世纪初。然后整个要把它，明年的夏天要把它翻完，还有这么多，还有这么多的，就每天翻一点呗，就慢慢翻到160。中国的科幻介绍到法国，法国的科幻介绍到中国。刚刚翻了一个是韩松的电话旅行，可能马上就会发表在一个那个法国的电子杂志上。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俩是毕业嘛，